一位85岁高龄的独居老人在家中遭遇了袭击，警方在介入后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堪的犯罪现场。由于缺乏线索，加上受害者的身份比较特殊，这让警方的调查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他们先后排查了几名嫌疑最大的人员，但是最后这些人都被一一排除了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们接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，一通举报电话让警方把注意力放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人员身上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警方最终抓获了这名嫌疑人。可是就在准备结案的时候，案件却发生了反转。这个情况让当时的办案警员有些措手不及。直觉告诉他们，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经过深入调查后，他们终于发现了背后的真相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肯塔基州麦迪逊维尔。它位于肯塔基州西部，距离该州最大城市路易维尔仅2个小时的车程。这是一个以农业和矿业为主的小镇，人口只有不到2万人。主人公安娜出生于1917年11月30日，案发时85岁。安娜成长在麦迪逊维尔一个富有的家庭中，她的父亲在当地拥有一座煤矿。她被描述为是个自信外向、具有人格魅力的女性。1935年，18岁的安娜嫁给了高中同学卡罗尔。卡罗尔是一个普通男孩，家庭条件并不好。不过安娜一点也不在乎，她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同样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。刚结婚那几年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其实很艰难，为了维持生计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。直到2战期间，安娜去了一家飞机制造厂，成为了一名铆工，这样才算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。不过她并不满足于现状，在这期间她也在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。战争结束后，他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几年后又用攒下的积蓄买下了一家连锁品牌店的特许经营权，从此2人就从打工族变成了老板。安娜非常有经商天赋，在她的运作下，店铺不断扩张，没多久他们就赚到了第一桶金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安娜夫妇早已实现财务自由，他们赚够了1000万身家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安娜和丈夫便有了退休的打算。随后他们卖掉了这些店铺，过上了安逸的退休生活。虽然他们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安娜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她总想找点事情让自己忙起来。于是在经过考虑后，她决定进入房地产行业。这份新事业不仅让她忙碌了起来，更重要的是她发现她非常热爱这份工作。一所所旧房子在她的规划下焕然一新，这让她非常有成就感。截止到1994年，她的丈夫卡罗尔去世时，安娜已经成为了一个地产大亨，她名下一共有40多处房产，在当地绝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晚年时候的安娜非常慷慨大方，她对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不论是她的租客还是家人，只要有困难，她都会在金钱上提供帮助。当然，这些借出去的钱都是需要还的，她有一个账本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各种借款以及还款的时间，有条不紊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。尽管安娜已经80多岁了，但是她仍然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在她去世的前几个月，她通过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鲍勃的退休眼科博士，2人年纪相仿，并且有很多共同话题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，他们便有了结婚的打算。鲍勃送给了安娜一枚大钻戒作为订婚礼物。可是婚礼还没有到来，安娜就发生了意外。2003年1月13日中午12点左右，当地警局办公室接到了一位老人的电话，打电话的是鲍勃，他报告称未婚妻安娜可能遇到了危险，需要请求他们的帮助。接到报警后，巡警立即赶往了安娜的家。在到达后，警方见到了报警人鲍勃。根据鲍勃的描述，他今天与安娜约定好了一起吃午餐，但是当他到达后，发现安娜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敲门也没有人回应，他担心安娜可能在家遇到了危险。警方通过观察后，发现他的车还停在车位上，所以判断此时他就在家中，但是一直没有开门，实属有些反常。随后他们联系了安娜的弟弟厄尔。厄尔在到达后，通过藏在灌木丛里的备用钥匙打开了安娜的家门，随后他们一行人走了进去。进入房间后，他们就开始四处寻找安娜的踪迹。他的弟弟厄尔径直走到了地下室，这时地下室里传来了他的呼喊声，他大声叫道：“快过来，我发现了他！”走近后，他们发现了可怕的一幕，安娜浑身是血倒在了地上。
巡警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于是他马上呼叫了支援。随后凶案调查人员被召集到了现场。当时安娜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她的背部和头部有大量的伤口，手臂上还有一些自卫伤。经过初步勘查后，调查员们得出了结论，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。通过现场的血迹判断，这名歹徒在作案时使用了不止一种武器对他进行了残害。在得出结论后，调查人员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。案发现场的门窗都是完好的，并没有被破坏，家里的贵重物品也没有发现丢失，甚至他的大钻戒就在他的手上，也没有被拿走。并且他们还发现，除了安娜倒地的区域内有血迹外，其他的地方都非常干净。这说明这名凶手在作案后花了很大的时间对现场进行了清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勘查后，警方没有得到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，于是他们又对现场的那2名人员进行了询问。第一个就是安娜的弟弟厄尔，他被要求提供在案发前后的所有活动轨迹。厄尔十分配合地向警方详细说明了他当天的去向，并且他还拿出了非常可靠的不在场证明。接下来就是安娜的未婚夫鲍勃了。当时鲍勃的情绪有些激动，他说他马上就要和安娜结婚了，出现这种情况他非常难过。警方没有被这些话产生影响，他们还是向他询问起了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。根据鲍勃的描述，他在案发前一直在距离80公里外的家中，直到中午他才开车来到了安娜的家。随后警方对鲍勃的不在场证明进行了核实，通过电话定位后发现鲍勃确实在案发时没有来过现场，于是他就被排除了嫌疑名单。接着警方又问起了鲍勃是否知道谁有可能会伤害安娜。鲍勃回忆到说，一名叫维恩的勤杂工比较可疑。维恩曾经向安娜借过钱，虽然安娜帮助过很多人，但是他借钱的次数是最多的。他因为支付子女赡养费的问题，正在和前妻打官司。当时法官让他出具一个稳定工作的证明，但是这件事情被安娜拒绝了。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直聘用他，能不能保住工作还需要看他自己的表现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维恩对安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。得到这条线索后，警方认为这名叫维恩的勤杂工具有作案动机，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问话。当警方把这件事情告诉维恩时，他非常震惊。他表示，安娜是一位非常大方的老板，他多次接受过安娜的帮助，这件事情的发生让他感到非常难过。尽管维恩的情绪表现得有些低落，但是警方还是向他询问起了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。根据维恩的描述，案发时他不在当地，当时他去了别的城市看望了他的女儿。虽然维恩的不在场证明看起来非常可靠，但是鉴于他是目前最大的嫌疑人，警方还是准备对他进行测谎。不过这个测试并没有做成，因为维恩有心脏病，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不能做这种测试，所以测谎员拒绝了这一要求。安娜的家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着急，因为他们不愿放弃任何一条线索。随后他们通过关系聘请了一位退休的 FBI 测谎员，在私底下对维恩进行了测谎。最终的结果证实了维恩的说法，他非常出色地通过了各种测试。随着最大的嫌疑人维恩被排除，现在警方需要尽快找到新的嫌疑人。由于没有线索，警方只能寻求媒体的帮助，他们公开了案件的部分细节，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者。经过媒体报道后，他们很快迎来了一条重要线索。有目击者表示，在案发的前一晚凌晨时分，他见到过一辆行迹可疑的黑色皮卡车曾经在安娜的家门口出现过，并且这辆车在他家停了很长时间才被开走。他认为这辆车很可能就是凶手的座驾。得到这条线索后，警方马上与安娜的家人取得了联系。他们被问到是否认识有这类皮卡车的人员。根据安娜的家人回忆，一名叫罗伯特的男子拥有一辆类似的皮卡车。罗伯特是安娜的租客，他被认为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。他经常在半夜里给安娜打电话，说他租的房子里有鬼。安娜在生前就曾经多次说起过要把罗伯特赶走的想法。得到这条线索后，罗伯特就成了头号嫌疑人，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调查。调查结果让警方感到非常震惊，罗伯特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员，他有很多暴力史。随后警方获得了搜查令，突袭搜查了罗伯特的家。警方首要任务是要找到凶器或者带有血迹的衣服，可是他们在对罗伯特的家进行彻底搜查后，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尽管这样，警方还是把罗伯特带回了警局进行了审讯。当时罗伯特的右手骨折了，他带着护具来到了审讯室。警方见到罗伯特的样子后，马上对他产生了怀疑，
他们相信罗伯特很可能是在行凶时弄伤了手臂。不过罗伯特表示，他的胳膊在案发前就已经受伤了，目前还没有痊愈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犯罪。并且他还说到，案发时他在田纳西州的一个朋友家里，他没有在当地出现过。随后警方对罗伯特的不在场证明进行了核实，通过他的就诊记录以及在田纳西州的消费记录，警方确定罗伯特没有撒谎，于是他被排除了嫌疑名单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案件的进展又重新回到了起点，这让办案的警员感到有些沮丧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，下一步他们准备从安娜的尸体上寻找线索。根据尸检报告证实，安娜死于利器刺伤，她的身上有多达几十处伤口。法医根据她胃部的食物消化程度判断，她的遇害时间大概是在1月12号晚上7点到7点30分之间。现在警方已经缩小了遇害的时间范围，接下来他们只需要排查在这段时间内曾经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员，就可以确定凶手。可是就在警方积极处理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案发的5天后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打电话的是一名叫杰夫的男子。据他所说，安娜的侄子拉塞尔很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。拉塞尔有个整个家族都不知道的秘密，那就是他有很大的毒瘾。案发的前几天，他刚与拉塞尔去了一家娱乐场所赌了一把，那晚拉塞尔输掉了所有的钱。据拉塞尔所说，这些钱都是安娜借给他的，他需要在周一之前还给他。可是拉塞尔输光了所有的钱，已经没有能力按时偿还了，所以他认为拉塞尔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安娜进行了残害，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这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他们认为如果杰夫没有撒谎，那么拉塞尔肯定就是凶手。接着他们又对安娜的个人物品进行了检查，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账本，账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很多借款以及还款的记录。经过筛查后发现，拉塞尔一共从安娜那里借走了将近10万美元的借款，这笔借款他只偿还了9000多美元。引起警方关注的是安娜在账本上详细标注的时间。按照记录的时间表明，安娜在案发的前一天刚刚收到了拉塞尔给她的一张12000美元的支票，这张支票目前还没有被兑换。结合举报人杰夫的说法，很可能就是拉塞尔给了安娜一张空头支票，然后他打算利用剩下的钱再去搏一把，准备用赚来的钱偿还掉这部分欠款。可是他输掉了所有的钱，于是他为了事情不被暴露，在当晚对安娜进行了残害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认为拉塞尔具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于是在案发的10天后，他被传唤到了警局。警方首先询问了他关于借款的问题，拉塞尔承认他确实跟姑妈借了一笔钱，但是他否认有给过支票的事情。他表示安娜是他最亲近的人，他不可能做出任何伤害他的事情。随后警方又向他问起了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。根据拉塞尔的说法，案发那天晚些时候，他先去了教堂做了礼拜，然后他又把他的孩子送到了前妻家。晚上7点25分，他回到了家中，与妻子在家待了一整晚，在这期间他再也没有出过门。根据拉塞尔的说法，警方又找到了他的妻子进行了求证，拉塞尔的妻子也证实了他的说法，她非常确定丈夫回家的时间是在7点25分。拉塞尔妻子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一般正常人在回忆时间的时候不可能精准到几点几分，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，可是他却非常清晰地给出了具体的时间。虽然拉塞尔的妻子给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，但是警方认为他的妻子很可能没有说实话，于是他们申请了搜查令，对他家进行了仔细的检查。可是搜查的结果让警方大为失望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就在警方打算放弃的时候，突然一位警员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几部一次性手机，经过检查，其中有一部手机被使用过。通过调查这部使用过的电话，警方联系上了一位在赌场上班的女性。根据这名女子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得知拉塞尔一共在这上面输掉了10几万美元的财产。这个消息基本印证了前面杰夫的说法。于是警方拿着这些材料再次找到了拉塞尔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在得知丈夫背着她输掉这么多钱后彻底崩溃了，她向警方坦白了一切。根据拉塞尔妻子的说法，第一次的证词其实是丈夫让她这样说的，实际上当晚她回家的时间是在晚上9点。有了这条信息后，警方认定拉塞尔就是凶手，于是他们申请了逮捕令，准备将他缉拿归案。可是当警方准备抓捕拉塞尔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不在了。根据查询出入境信息确认，拉塞尔已经逃离了美国，去往了哥斯达黎加。很明显，拉塞尔在这方面做足了功课。
众所周知，哥斯达黎加是一个天主教国家，他们反对死刑。拉塞尔所犯下的这些事情在当时是可以被判死刑的，这就意味着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把他遣返回国。不过安娜的家人并不打算放弃，他们联系了一档名为全美通缉令的电视节目，把拉塞尔的信息传播了出去。他们号召所有人拿线索换钱。在节目播出后，警方果然得到了很多条线索，其中有一位神秘人向警方提供了拉塞尔在哥斯达黎加的落脚地点。根据这名知情者透露，拉塞尔即便是在逃亡期间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，他有很多女伴，并且经常出入娱乐场所。这条信息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这说明有人偷偷在金钱上给拉塞尔提供支持。经过调查后发现，拉塞尔的父亲厄尔，也就是安娜的弟弟，在逃亡期间通过某种渠道给他汇去了大量的资金。这笔资金的来源其实都是安娜的遗产，因为安娜没有子女，所以厄尔从姐姐那里分到了大量的财产，用受害者的钱来让凶手逍遥快活。这个行为让办案人员感到非常恶心，他们下定决心势必要把他缉拿归案。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策略，首先就是通过美国相关部门与哥斯达黎加的负责人进行沟通，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搅局者厄尔。他们悄悄监视了厄尔的日常活动，并且给他安装了窃听器。通过一段时间的搜集工作后，警方终于掌握了他的犯罪行为，于是厄尔就被警方逮捕了。在对厄尔调查后，警方没有发现他与安娜遇害有任何关系，所以他仅以妨碍调查罪被提起指控，最终他被判2年有期徒刑。在厄尔被关进监狱后，针对拉塞尔的抓捕行动也在悄悄进行中。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线索，哥斯达黎加的警方在一家娱乐场所逮捕了他。虽然拉塞尔已经被逮捕了，但是他仍然无法顺利回到美国，因为这里面还牵扯很多事情。两国相关部门进行了长达1年多的沟通，最终美国方面在保证拉塞尔不会被判死刑后，哥斯达黎加的有关部门才同意把他遣送回国。回国后，当地警方就开始着手准备起诉材料。可是当材料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们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打击。霍普金斯监狱里，一名叫弗雷德的服刑人员突然要求与警方见面，他给警方提供了一份忏悔书，他表示他对安娜的案件负责。在与警方交谈时，弗雷德详细描述了他在作案时的全部经过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，他提到了在作案时使用了锤子和匕首2种武器，同时他还手绘出了安娜家的房屋布局。这些信息是警方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的，如果不是凶手，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些事情。这一举动打了办案人员一个措手不及。经过这几年的调查，难道他们真的错怪拉塞尔了吗？虽然他们非常不甘心，但是鉴于这种情况，警方迫不得已只能重新调查。他们几乎调取了所有资源，对这件事情展开了仔细的排查。通过对弗雷德背景调查后发现，他是因为暴力犯罪被关进了监狱，当时他的刑期是25年，而且他还是个瘾君子，文化水平很低。但是他给警方递交的材料上面写的用词非常连贯，逻辑也很清晰，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于是警方重新梳理了事情的整个经过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弗雷德是在拉塞尔被关进监狱后才主动承认自己是凶手，这个自首时间非常可疑，并且在对他们的监禁记录查询后，发现2人曾经在同一个牢房里待过。这所有的信息表明，弗雷德很可能是一个替罪羊。于是警方再次找到了他。这次警方直接说道，如果你确定对这件事情负责，那么你的刑期会从有期徒刑变成死刑，希望你做好准备。弗雷德在听到这些话后明显有些懵了，在沉思了片刻后，他对警方坦白了一切。根据弗雷德的说法，这些证词包括材料都是拉塞尔提供给他的，他们在私底下做了一笔交易，如果他帮助拉塞尔顶罪，那么作为回报，他的家人会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补偿。由于他已经被判了25年监禁了，所以他认为再多一项罪名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损失，于是他就答应了下来。但是会被判死刑是他之前没有考虑到的。听到这里，办案警员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现在他们又多了一位证人。2007年7月，安娜遇害的4年后，案件顺利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在法庭上，控方拿出了全部证据，弗雷德也作为证人出现在了法庭上。控方认为拉塞尔的作案动机是出于钱和面子，他因为坏习惯导致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，由于临近还款时间，他不得已拿出空头支票，准备先安稳住安娜，然后他决定靠最后一点钱再去搏一把。可是没想到这次他输光了全部的钱，
于是，在案发当晚，他再次找到了安娜，试图要回那张支票。可是安娜并没有答应，如果拿不到支票，周一安娜去银行承兑的时候，事情就会败露。出于这个原因，拉塞尔对安娜进行了残害。由于证据充足，案件的审判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。陪审团在经过短暂商议后，他们做出了有罪的裁决。拉塞尔1级谋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处终身监禁。25年后，他有获得假释的可能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